每天重复着吃饭睡觉，一个人散步，一个人逛街，甚至想要说上一句话，却找不到对象的无奈感，这似乎是许多中年女性的常态。年过40的苏菲孤身一人，她的丈夫被战争夺去了生命，她时常怀疑这种孤独的存活着究竟意义何在。在这样静止般生活了10年之久后，她逐渐在阅读中唤醒了自己。如今那座和丈夫相识相知的小镇，是她唯一感受得到温暖的地方。于是她决定在那里开一间书店，来丰富自己的余生。或许这样的改变也是她的丈夫想要看到的场景吧。刚好小镇上有一间废弃的旧屋，她火速买下了那座房子，想要装修成一家书店。镇上唯一和她熟络的轮渡主街客听到这个消息，告诫她，镇上除了怪人约翰喜欢书本外，没有任何人对图书感兴趣。可约翰多年来一直封闭着自己，人们从未见过他出过门。不久，苏菲要开书店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小镇，妇女们也嘲讽着苏菲，她们认为苏菲装模作样假扮有学问的女人，显得她们是那么的粗俗。一天，小镇的首富家里举办宴会，苏菲也在被邀请的名单中。为了和小镇居民搞好关系，让日后的相处更加的融洽，苏菲特意去到服装店里，想要买一身漂亮的礼服前去赴约。女老板极力将一条鲜红的连衣裙强推给她，哪怕苏菲提出她并不适合这样的颜色时，女老板回答她 Too red, don't you think? It's not red. It's a very deep maroon. Yes. You'll get used to it in time. Need a bit of jewellery, make it stand Yes, out. yes. You sure? Well, of course I'm sure. It's not every day the General and Mrs. Gamma invite you to a party, is it? 首富家的庄园气派恢宏。当苏菲刚走进大门时，她就发现宴会厅的女士们都身着优雅素色的礼服，苏菲夸张艳丽的裙子像是刚从乡村逃离的村姑那样。苏菲才意识到，服装店老板的做法其实是故意想要让她在众人面前出糗。首富看上去十分的傲慢，在苏菲主动介绍了他的身份后，首富试探性地说出来一个句子，想要让苏菲说出作者。苏菲回答他并没有听过时，首富扭头就离去。苏菲尴尬地愣在原地，一个看上去衣冠楚楚的政客凑到了苏菲的跟前，政客对着她的礼服嘲讽了一番。 Why are you wearing red? Red's the colour that only looks good on housemaids on their day off. It's not red, it's a deep maroon. 一旁的首富的妻子罗拉夫人注意到了这一幕，她一把将苏菲拉了过去，假装关心地询问着关于书店筹备一事。当苏菲对罗拉夫人说旧屋已被她买下之时，罗拉夫人的脸色大变，她命令似的告诉苏菲，那座房子她早已看中，本想要用来打造一所酒馆。小镇的居民并不爱看书，开书店可以去哈堡寻一间门面，大可不必来这里打乱大家的生活节奏。苏菲并没有畏惧，她振振有词地回答着罗拉夫人，这是她的梦想，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她的决定。听到这里，罗拉夫人也抛下了她，转身去和另一个太太搭讪。看着身旁不断传来嘲笑的声音，苏菲离开了舞会现场。她不知道的是，苏菲刚离开，罗拉夫人便和政客密谋，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也要夺走苏菲买下的那座房子。当苏菲去公证处进行房屋公证时，工作人员却告知她，由于购买手续没有完善，她暂时不能私自改造旧屋。无奈之下，苏菲找到政客，她希望政客能为她说一句公道话。旧屋她早已全款购买，为什么却没有使用的权利？而且罗拉夫人还试图将她赶出小镇。政客心不在焉地敷衍着她。苏菲失望地离开了政客的家。苏菲去到哈堡的律师事务所咨询后，律师告诉她，她合法拥有旧屋的使用权，旁人无权去干涉后，倔强的苏菲决定开始动工，将旧屋打造成一间心中理想的书店。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她搬起沉重的箱子。放学后的孩子们见状十分的好奇，因为他们并没有见过书店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纷纷表示可以在放学后的空闲时间来到旧屋帮助苏菲。很快，苏菲的书店逐渐有了些模样。她在书架上摆放了她购买的第一批新书，在书店最显眼的位置，她将一本法律相关的书籍放了上去。闻着新书散发出的香味，苏菲似乎感受到了丈夫的温度。苏菲将书店的名字取名为旧屋书屋。这一刻，成就感让她无比的满足。那些流言蜚语以及所承受的委屈都烟消云散。可书店开业好几天时间，也没有一个客人进来。这天，杰克刚卸完一船的货物，
还未换下潮湿的雨靴，便特意过来向苏菲道喜。正在杰克对苏菲的装修进行评价之时，一个小男孩走了进来，他送来了一封来自怪人约翰的来信。苏菲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 Dear Madam, I would like to wish you well. Back in my great-grandfather's day, there was a bookseller in the High Street who, if my memory serves me correctly, knocked out one of his customers with a desk pad when he became annoying. There'd been some delay in the arrival of the latest installment of a new novel. I believe it was Dombey and Son. As of that day, no one has plucked up courage enough to sell books in this forsaken coin of the world. It is a great honour you do us. I should undoubtedly visit your shop one day if I ever went out. But nowadays I rather make a point of never doing that. In spite of everything, should you deem some literary novelty worthy, please don't hesitate to send it to me. 这个从未谋面的支持者给了苏菲莫大的动力与信心。苏菲将精心挑选了几本书，仔细包上书皮，托小男孩送给了约翰。当约翰打开书后，他几十年尘封的内心瞬间找到了知音一般。1个月过去了，旧屋书屋终于迎来了他的第一位客人。但女孩并不是来买书，而是想要留在这里打工。可苏菲还没有开始盈利，她并不需要工人。女孩超乎常人的机灵，让孤独的苏菲动容。You have no children, Mrs. Green? no. Should I have? I don't know. People always say life's passed by women who have no children. Is this what you call romance? Oh my God, what are these? Where's the bin? Don't throw them in the bin. 于是苏菲留下了她。小女孩的出现给书屋增添了许多的生机。有了女孩的陪伴，苏菲的生活变得明亮了起来。慢慢的，书店开始有了客人进来。那些曾经扬言从不看书的居民，也会偶尔跑到书店翻一翻图书。在书中，他们看到了千奇百怪的世界，打开了连接外界的大门。罗拉夫人听闻后，她在街角处远远地望着书店，露出了复杂的神情。回到家里后，她似乎在酝酿着些什么。另一边，约翰成了旧屋书店的头号粉丝，他不停地订购着各种书籍，孜孜不倦地阅读。苏菲的生意逐渐红火了起来，忙碌会让人觉得更加的年轻，心情也十分的愉悦。书店成为了她走出困境的寄托。苏菲越来越享受这样的状态。一天，一个不速之客出现在了书店，政客想要给苏菲推荐一本新书。他听说那本新书在北欧大卖，那本书就是引来世人无数争议的《洛丽塔》。女孩看出了政客不怀好意，她劝告苏菲对她要保持警惕。当苏菲花费整个夜晚的时间阅读完《洛丽塔》之后，她并不知道该不该将这本书摆出来售卖。于是她决定拜访约翰，希望能得到他的指点。刚好隔天约翰的仆人过来取书，苏菲想要女仆传达她的请求，不想约翰一口答应了下来。苏菲迫不及待前往了约翰的家里。约翰住在小镇最靠北的后山，这里有着远离尘嚣的宁静。在外人眼里，约翰是一个失去妻子的官夫。居民们只知道他的妻子早年间以溺水身亡，但实际上他的妻子只是厌倦了这种枯燥的生活，抛弃了他，和另一个男人定居在了古堡。这是约翰失去妻子后他第一个接见的陌生人。当他们聊到罗拉夫人时，约翰直言不讳道，正是罗拉夫人这种坏事做尽的人的存在，使他厌倦了社交，不愿意和人接触。最后，约翰单纯地以洛丽塔的文学价值来建议苏菲售卖此书。就在苏菲将洛丽塔摆上了书架，并获得大卖之时，罗拉夫人却以传播不良风气罪、违规售卖违禁书籍为由，偷偷举报了苏菲。相关部门下令书店停业整顿，可苏菲并没有屈服，她不停地与政要们周旋，并用她所学的规条向政要施压。最后，停业整顿一事不了了之。罗拉夫人的阴谋并未得逞，她心中的恨意更加的疯狂。罗拉夫人找到在古堡工作的侄儿，侄儿告诉她，她可以以公家的名义让姑姑出资新开一家书店在小镇，他们将公益得来的书籍低价卖出，这样就可以抵垮苏菲的书店。罗拉夫人心中窃喜，回到小镇后，她首先去举报了苏菲聘用童工一事。从此，小女孩不敢再去到旧屋书店工作。女孩的母亲前来向苏菲道歉，也是在女孩母亲的口中，她才得知罗拉夫人也在这里新开了一家书屋，而被她举报聘用的女孩却被她挖到了新的书店工作。家境贫寒的女人称，
他们非常的需要那一份薪水来维持家庭的开销。他的女儿不得已之下才去到罗拉夫人的书店工作。这以后，苏菲店里的生意日渐冷清，罗拉夫人不停地派人来收购旧物书屋，都被苏菲一一拒绝。在罗拉夫人店里工作不到1个月的女孩，不顾母亲的反对，执意要回到苏菲的身边。苏菲并不想伤害到女孩的家人，因为留下女孩，他们的生活会受到更大的威胁。她将一本来自中国的精美相架送给了女孩作为纪念，便将女孩打发了出去。苏菲的生活似乎回到了原点。这个世界上短暂的喧闹过后，又变得孤独了起来。就在苏菲的日子开始循环到一个人吃饭睡觉，一个人散步的静止状态之时，一个与世隔绝的人却冲破了内心的恐惧，为他走出了房门。约翰听闻苏菲的处境后，他愿意为了苏菲出面去会见他并不喜欢的旧友罗拉夫人。就在约翰和罗拉夫人谈判之时，约翰才得知罗拉夫人的第2计划即将开始。他的侄儿告诉他，苏菲非法将100年以上的历史建筑用于商业是一种违法行为，他会以这样的规定把苏菲告上法庭。几十年平静生活的约翰在回家的途中，因为情绪波动太大，死在了离家不到5米的大门前。苏菲对于约翰的死愧疚不已，她整日躲在书店哭泣。她并没有任何过错，只是一个普通人，去追寻存在的价值而已。她本本分分，也没有伤害他人，影响到旁人。为何洛拉夫人要步步紧逼于他？不想这个时候，首富却登门再次威胁他。他将约翰的死认定为苏菲的蛊惑。Don't you or your wife ever again malign a man who had more dignity, sensitivity, and compassion than either of you will have in your time. Violet. Leave! 苏菲的呐喊并没有引得首富的同情。洛拉夫人打通人脉，以征收具有价值的老建筑为由，向苏菲下达了驱逐令。 It seems there is a new Parliament bill which allows Flint Market Council to take over ownership of the old house. Yes. And I should like to know, if I may, where the council obtained the funds necessary to throw me out. If it turns out that it is unfit for human habitation, or indeed subsidence is threatened, well, then it will be impossible to demand compensation. You won't see a penny. Of the sellers, according to which the property is standing in half an inch of water. Sorry, what inspection? I wasn't informed of any inspection, I don't think. Apparently, on several occasions when you were absent from the property, an expert in masonry and plastering, a Mr. John Gipping, was sent by the council to inspect the condition of the walls and the cellars. 苏菲回到旧屋书店，跪在她亲手安装的地板上，为自己的梦想彻底做了告别。离开那天，只有小女孩前来送别。在来到码头送行前，她提着马灯去了一趟书店，取下了苏菲曾经给她推荐的牙买加的标风。当她出门后，女孩把马灯留在了书店。当小镇的钟声响起，不远处旧屋书店浓烟滚滚。女孩对苏菲说，长大后她要做和她一样勇敢的女人。这场大火是女孩对权力者无声的对抗，在逆境中，她们坚持对抗不公的坚韧精神。She had fulfilled a dream, and they'd snatched it away from her. But what she possessed, deep down, was something no one could ever take away from her. Her courage. And it was that courage, and her passion for books, that she bequeathed to me, along with the Chinese lacquered tray